一尊青铜佛像，一夜连杀7人，断头、血脚印、鬼影瞬移。这座地下藏馆究竟藏着什么诅咒？上一期我们讲到雷经理和李老板离奇惨死，无头尸体横陈，佛像竟在众目睽睽下活了过来。关键时刻，神秘女教授林千怡现身，一脚踢飞杀人佛像，亮出国安证件。可他口中的749局是真是假？佛像中竟容着李自成的血肉亡魂。今晚幸存者李49能否逃出藏馆？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就在佛像构成的当日，一群清兵竟然尾随着大量逃难百姓闯入了霞山寺中。那群百姓是因为卷入了战火，想要来霞山寺避难，而那股清兵则是意欲抢夺躲藏在这里的灾民财物。为了保全百姓的性命，霞山寺住持不得不将李自成留下的金银拿了出来，想要换得清兵退去。然而清兵的贪念却是无止境，得到了金银不说，他们却是连寺内的其他财物都不肯放过，不但将寺内积蓄多年的香火抢劫一空，甚至连寺内的佛像也要夺走。而那尊为李自成而造的佛像自然也在其中。当天深夜，已经搜刮的差不多的清兵在寺内安营扎寨，准备一早就将财物带回大营。而寺内的僧人和百姓们则被关押在已经空无一物的主殿内。那时候满清刚刚进入中原，清廷为了树立正统，已经下令不得随意抢夺百姓财物。可是清兵所到之处，纵兵劫掠之事时有发生，而且许多清兵还会在抢夺了财物之后，将被抢的百姓一并杀死，以湮灭证据。因此当时寺内的众僧人和百姓们都以为自己命不久矣。可就在这时候，大殿之外却忽然传来了凄厉的惨叫声。主殿外就好像是有人在敲骨头一样，不断发出清脆的噼啪响，一阵接着一阵，间或夹杂着清兵的鬼哭狼嚎，不绝于耳。事情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当时大殿内的众人全部吓得不敢出去，只有霞山寺的住持一个人离开了殿外。等到住持返回之后，众人才知道，原来寺庙里的清兵竟然在一瞬之间死得干干净净。那知客僧或是出于好奇，当时也溜出去看了一眼，却是吓得屁滚尿流而回，因为他看到大殿之外满是一地的无头尸首，将近100人的清兵竟是无一人幸免。而在这一堆尸体中间，那尊掺杂了李自成血肉的佛像正无言地站在那里。那个年代，但凡有清兵意外被杀，都会有其他清军大肆报复。在那批清兵死去之后，果然没多久，就有一名清军总兵带领大军杀入了霞山寺，要求交出杀人凶手。那知客僧本以为他们已经大难临头，因为那个时候就算是寺庙里的人也不清楚那些清兵到底是怎么死的，交出凶手一说自然也无从谈起。可是眼看着清兵就要杀死寺内所有人的时候，霞山寺的住持却突然将那尊佛像交了出来，并告诉清军总兵，这尊佛像就是杀人凶手。这种无稽之谈，清军总兵自然不会相信，但是霞山寺住持在交出佛像之后，却又在总兵身边耳语了几句。知客僧不知道住持说了什么，但是就在这之后，那总兵果然放过了他们所有人，只带着佛像便离开了霞山寺。听完了林千怡的叙述，我紧皱着眉头问道，这么说，这佛像几百年前就曾经杀过人了？可是不对呀，那佛像既然杀了清兵，为什么却没有把霞山寺的僧人和百姓一块杀死呢？难道佛像杀人仅仅是因为李自成的鬼魂作祟吗？想了想，我又自己否定了自己的猜测。不对啊，我们又不是清兵，如果真的是李自成的冤魂附身在了佛像上，那他为什么又会杀我们呢？林千怡摇了摇头，我也不清楚，不过那知客僧曾经在书里写道，他后来也问过住持，当时住持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住持只是回答了他一句话：“什么话呀？大佛开眼。大佛开眼，这是什么意思？”我还没有来得及细想，林千怡又继续说道：“我们现在发现了这本日记后，就开始追踪那个佛像的下落。没多久，我们果真在顺治帝的起居注里找到了与佛像有关的一段记载。原来，那掳走佛像的清军总兵在拿到佛像之后，便立刻带着佛像进京面圣，将混有李自成血肉的佛像进献给了顺治帝。顺治帝也为听闻此尊佛像乃是用李自成血肉铸成，便将其纳入皇室，作为清廷收藏之一。最后又辗转在圆明园时被掳走至海外。”林千怡最后说道：“这个世界上其实有许多东西是科学，甚至是鬼魂之说都无法解释的。真要追究起来，就好像是你问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人类发展出了自己的文明，没有人能给你正确的答案。而我们749局的目的，就是在大众发现这些人类无法理解的事件或物体前，将它们回收或者处理掉。我在局里的任务，就是要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在派出回收部队前，先确认这些事物的真伪。我这次会和你们一起来香港，就是因为局里找到了关于这尊佛像的文献，并且调查到佛像如今就在李老板的手中。那天检查完了佛像之后，我还以为这一次和往常一样，只是一次误报而已，因为那时候那尊佛像根本就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可我没有想到，第二天就在我去飞机场准备回去的时候，竟然看到了收藏馆出现了凶杀案的报道。接下来的事情你或许已经猜到了。我点点头，知道他这么说有点考量我的意思，便分析道：“你在见到杀人案的报道后，便立刻想到了关于那佛像的传闻，所以便留了下来，想要再次潜入这里确认事情的真相。前几天这里到处都是警察，你不方便进来，所以再确认了今天。应该是昨天晚上警察离开了之后，便又来到了这里。我们在厕所发现的那个入口，就是你进来的时候留下的痕迹。你或许是怕我们找到你，所以在外面出事的时候一直躲在了这暗室里。”林千怡点了点头：“你猜对了大半。其实在凶杀案发生的第一天，我就潜入了这里，不过那时候佛像并没有什么异常，不然在这里检查的警察也早就都死了，不可能会什么都没有发现。那天之后，我就在收藏馆的几个地方安装了监视器，一直躲在这栋大楼的楼上观察着这里，一直到了今天午夜的时候，我发现所有的监视器都失去了信号，便猜测这里可能又出事了。结果下来一看，果然是如此。”林千怡所说的话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在半夜来到这里，以及他自身的秘密。但是我还是很奇怪一点，照你这么说，你在我们来的时候就已经猜到了是那佛像不对劲了，为什么你不早点出来提醒我们呢？如果你早一点出来，王大全他们就不会死了。面对我的质问，林千怡一连叹了好几口气，最后反驳道：“你以为我不想吗？可是王大全他们已经认准了这次的事情是想偷佛像的小偷干的。你们的对话我都听得一清二楚。你以为我为什么会躲在这暗室里，就是因为我担心你们会把这里的事情全都算在我的头上。”我张了张嘴想反驳的，却发现自己根本找不到理由。当时的情况，如果林千怡真的贸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说出这个真相，恐怕在亲眼见到佛像杀人之前，王大全他们也不会相信的。林千怡继续说：“本来我以为今天这一次会和前几天的那次一样，那佛像杀了2个人之后就会平静下来，可不知为什么那佛像竟然会见人就杀，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迹象。等到我发现外面的声音有些不对劲儿的时候，这里已经到处都是尸体了。”听到林千怡的话，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那就是时间。这一次最初死掉的那2名清洁工和上一次死掉的2名保安，他们都是在午夜12点以后死的，2拨人的死亡时间如此相近，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情不自禁的，这些天所有存于我脑中的疑问与林千怡刚才所提供的线索一起串在了一起。
隐隐的令我有一丝明悟。就在我快要想通其中关节的时候，林千怡忽然惊呼了一声：“李四九，你的眼睛怎么了？”眼睛？我愣了一下，便看到林千怡又从她的背包里拿出了一面小镜子。她的背包是机器猫的口袋吗？怎么什么都有呢？我在心里嘀咕了一句，便朝镜子看去。这一看却是把我吓了一跳，因为此刻我的右眼瞳孔竟然变得一片血红，原本眼白的部分已经完全被鲜血一样的红色充斥着，就好像是恐怖片里的鬼怪一样，说不出的怪异与恐怖。在看到这血色的瞳孔之后，我才忽然意识到，现在自己的右眼肿胀的难受，就仿佛全身的血液都集中在了那里一样。又开始了。自从11年前之后，我的右眼竟然又一次不受控制的变成了红色。我立刻伸手盖住了自己的右眼，低下头，不想让林千怡看到我脸上的表情。没事，大概是这几天太累了，眼睛有些充血吧。可是你这……我连忙抬起头，转移话题道：“李小姐，你前面说过，警察封锁了收藏馆的这几天，你已经在这里安装过监视器了。那你能告诉我，警察来的这几天里，他们都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吗？”他回忆了一下，便说道：“虽然警察封锁了现场3天，但他们的搜查其实都主要集中在第1天，因为这里太大了，从报案之后的早上，鉴证科一直待到了傍晚才离去。”他的话从侧面证实了我的猜测。我连忙追问道：“那之后的2天呢？那些警察有没有一直留在这里直到半夜的情况啊？”林千怡摇了摇头：“没有。香港这边的犯罪现场调查一般都是由鉴证科着手的，除此以外的普通警察都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在封锁现场的这几天里，这间收藏馆的出入电梯全部被警察关闭了，没有任何人下来过。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下来查看佛像并且安装监控器的时候，也都是不到午夜12点吧？”“对。怎么了？你想到了什么？”“托那只再度开始变成了红色的右眼的福，我的心里对于那尊该死的佛像已经有了第1个猜测。如果我想的没错的话，这尊佛像并不会一直持续活动下去。为什么呢？”林千怡面露不解地看着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说。我一边整理着自己的思路，一边语气平缓地对他解释说：“时间，你想想，第1起佛像杀人案件，警察判断他们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12点以后，而第2次，也就是今天那2名保洁工的死亡时间，同样也是刚好过了12点。如果这2个巧合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在第1起杀人案件之后，警察和你在这个收藏馆里进进出出了那么多次，又有那么多人在佛像面前晃来晃去，为什么你们却完全没有事情？你不觉得这里面的原因其实就是时间吗？这个该死的佛像只会在午夜12点之后才开始杀人，而且他很有可能会在早上6、7点钟的时候失去行动能力，变成一尊普普通通的佛像。”林千怡明显是被我所说的内容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道：“那岂不是说，只要我们在这里待到早上，就能平安无事地从这里逃出去了？”“或许吧。”我点点头，但又觉得不会这么简单。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这一佛像除了时间上的限制之外，似乎还有别的能力。比如说，在佛像开始活动的时候，它似乎会干扰到周围的灯光和监控器，还有就是它的速度似乎特别快。当时那佛像明明被我和江开落在了身后，一转眼却竟然跑到了我们面前，将逃到电梯间的那人全部杀光了，简直就好像是会瞬移一样。不对，不是简直，那佛像明明就是会瞬移。我连忙对林千怡说：“有件事情不知你知道了吗？那佛像似乎有别的能力啊。”我的话刚说出口，忽然之间暗室里的灯光开始闪烁了起来，与此同时，我的脊背立刻一阵发凉。暗室里的灯光开始了闪烁，
按照我之前的推断，那岂不是说那佛像就在我们附近吗？就在这时候，我发现面前的林千怡忽然站了起来，她瞪大着眼睛看向我，张嘴道：“你是说瞬移吗？”听到林千怡的话，我猛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她现在并不是在看向我，而是在瞪着我的身后。可是我的身后除了那堆箱子之外，并没有其他什么东西啊。那么他在看的难道是那尊佛像？我迅速转过了头，果然看到就在我身后几米的距离，那尊杀人佛像正安静地站在那里。此时此刻，暗室里一片死寂，只有我们头顶的灯光一闪一闪地发出滋滋的电流声。我与那尊佛像之间此时只有3米左右的距离。我本以为自己死定了，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却发现面前的佛像并没有立刻开始攻击，虽然他的双眼依旧在死死地盯着我。奇怪，他怎么不动手？我愣了一下，便张开了嘴，就准备让林千怡赶快打开暗室门，但就在下一个瞬间，那尊佛像却好像是被我的动作打开了攻击的开关，一下子瞬移到了我的面前。没错，就是瞬移。刚才那一刻，我根本就没有看到佛像有什么动作，他便来到了我的身前，2只纯铜铸成的手臂闪电般抓向了我的脖子。眼看着我的脖子即将被佛像抓住，那对青铜手臂却在半空中被另一双手停住了。林千怡挡在了我面前，双手死命地抓着佛像的手臂，同时对我大叫道：“快去开门，我支撑不了多久。”见状，我立刻冲到了暗室门边，用自己最快的速度将暗门打了开来。门开了，快逃出来！听到我的提醒，林千怡也不再停留，她突然抬起双腿，用力蹬在了佛像的脸上，同时松开了双手，整个人便如同炮弹一般飞向了门外。见到林千怡逃了出来，我立刻便推起暗门，想要将那佛像锁在暗室里面。眼看暗门已经关上了一半的时候，从门缝中突然伸出了一只铜手，那铜手四下乱抓，卡住了才关上一半的暗门，同时一股大力从门上传来，险些将我从门背后推开。幸好这时候林千怡已经反应了过来，她冲到我的身边，和我一起将大门用力地往里推去。在我们齐心合力之下，大门终于缓缓开始合拢，而那卡在了门缝中的铜手也在大门的挤压之下逐渐碎裂。咔吧！随着一声好似骨头断裂的脆响，那铜手重重地落在了地上，继而竟好似瓷器一样砸成了粉碎。与此同时，暗室的大门也终于完全合拢。拜托了，终于拜托了！我虚脱地靠到前边，看着地上的佛手碎片，为我和林千怡2人竟然能在刚才的凶险之中脱身而激动地大叫着。林千怡也是一脸的惊魂未定，刚才你动作再慢一下，我的手就要被那佛像拗断了，他的力气太大了，难怪能那么轻易地拉断别人的脖子啊！我刚想说声对不起，视线却被地上的动静给吸引住了。刚才被暗门夹断的佛手，不知为什么一落地便化成了一滩碎片，可是现在这些碎片却好像有了生命一样，竟然自己在地上移动了起来。它们穿过了暗门与地板之间的细缝，一眨眼便全部钻进了暗室之中。我看出不好，立刻拉着林千怡远离了暗门。紧接着暗门处便传来咚咚连续2声巨响，整个大门连同门框猛地一阵晃动。那佛像显然是想要从暗室里冲出来。别愣着，快逃！趁着那佛像被困在暗室里，我们赶快乘电梯离开这里。就在我傻愣愣地看着不断晃动的暗门的时候，林千怡的叫声从一边传了过来。听到她的提醒，我也不再停留，立刻跑了起来。一边跑着，我内心之中也一边在奇怪，那佛像明明会瞬移，可是为什么现在却不从暗室里瞬移出来？
反而要不断地撞那道对他来说完全构不成障碍的暗门呢？难道说这佛像可以瞬移进入密闭的空间，却无法再从密闭的空间内直接瞬移出来？一个念头从我的脑海里一闪而逝，我拉住了已经跑到我前头的林千怡，对他叫道：“不要乱跑了，跟我来！”说着，我便拉起林千怡的手，抬腿便想朝着另一个方向奔去。可就在我拉住林千怡手掌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了一段我自己从未见过的画面。画面之中，一个我非常熟悉的男人背影正低声安慰着一个哭泣的少女。那少女的模样同样十分眼熟，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正当我在猜测那少女到底是谁的时候，我忽然听见那男人说：“千怡，爸爸这次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执行任务，恐怕会有1年不能回来。我走了以后，你要多去看看你妹妹，除了爸爸之外，她是你在这世上最后的亲人了，知道了吗？”爸爸，为什么他们要把妹妹关起来？为什么妹妹不能和我一样出来玩呢？会的，妹妹也会有自由的一天，爸爸一定会找到让妹妹获得自由的办法的。在这之前，就拜托你照看妹妹了。千怡记住了，爸爸，你一定要早点回来，我和妹妹会想你的。听到他们的话，我顿时明白了，那个少女就是年少时的林千怡。虽然此刻我眼前的这个青涩少女和现在的林千怡在面庞上有所差异，但应该错不了，这个少女一定是林千怡，没错。而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都是因为那该死的红眼，是他让我看到了林千怡的过去。10岁之前，当我还是一个孤儿，在街边流浪的时候，每一个看到我的人都会从我身旁避开，不敢与我接触。就算是有好心人想要救助我，也会很快便从我身边离开，再也不敢和我说话。而造成这一切的缘由，便是因为我那血红色的右眼。这只血色的右眼，除了让我看起来十分恐怖外，还赋予了我一个特殊的能力。只要是我亲手接触过的东西或人，我便能看到他们的过往，看穿他们隐藏在表面之下的真相。虽然在10岁之后，因为某人的原因，让我的眼睛逐渐恢复了正常，那种特殊的能力也随着眼睛的恢复而不再出现。可是我没有想到，在今天这样危险的情况下，我的能力竟然又一次恢复了。就好像刚才我因为亲手接触了林千怡，便看到了林千怡的过去。现实之中，我因为眼前突然出现的画面，便下意识地想要松开握住林千怡的手。但就在我松开手之前的那一刻，我眼前那个一直背对我的男人突然回过了头。这一刻，我完全被自己所看到的画面愣住了，因为我没有想到，那个自称林千怡父亲的男人，竟然就是我10岁那年将我领养，给予了我新生的老爹。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从那画面中清醒了过来，耳边也传来了林千怡的声音：“李思球，你刚才为什么突然不动了？你的眼睛怎么又变回来了？”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右眼，之前的肿胀感已经消失不见。也不知是因为太久没有用过那种能力，还是过去老爹对我的眼睛的封印再度起了作用。总之，我的眼睛已经恢复了正常。那边林千怡还在追问：“李思球，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想逃到哪里去啊？”我缓过神来，连忙道：“没时间解释了，总之想要活下去就跟着我。”说话间，我竖起了耳朵。此刻身后那疯狂的砸门声已经愈来愈响，听上去过不了多久，那佛像就会从暗室里破门而出。到时候凭借着佛像的瞬移能力，我们根本连半点逃命的机会都没有。怎么办？我的方法到底有没有用呢？我的手心里已经浸满了冷汗，尽管我在竭力地保持镇静，但面临着现在这种绝望的局面，我也开始变得心急如焚。
双腿都能感觉到在打颤。如果我的猜测是正确的话，这尊佛像虽然有瞬移的能力，却是无法从密闭空间中瞬移出来。否则的话，这尊佛像就不会第一天杀死了2名保安之后，依旧留在了储藏室里。我还记得当时报纸上对第一起杀人案件的描述，根据那名后来发现了死者的保安描述，他是在完全封闭的储藏室里发现了2名保安的尸体的，而那个时候那尊佛像依旧被留在了储藏室中。眼下我已经知道那尊佛像拥有瞬移的能力，那么在第一天杀人之后，佛像就不应该被在储藏室中发现，他会像今天这样，在杀了2名保安之后，四处在收藏馆里寻找下一个目标，甚至离开这间收藏馆。他不是不想出来，而是在当时那2名进入储藏室的保安将金库门关上了，那道金库门可不是之前的那种暗门，就算是用炸弹都很难将其破坏掉，所以那尊佛像在那时候才无法像今天这样破门而出，一直被困在了储藏室中。真相是否如此，我暂时不清楚，但摆在眼前的情况却让我只能将一切赌在这个方法之上。从暗室跑到储藏室这段距离实际上只需要不到3分钟的时间，但这段时间在那时的我看来却好像是3天那么长。在我们身后，佛像砸门的声音越来越响，同时还伴随着一些金属被扭曲时发出的刺耳无鸣，不断回响在收藏馆内。也许再过10秒，不，也许只要1秒之后，那佛像就会破门而出，随即瞬移到我们的身后，杀死我们。但幸好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我和林平仪平安无事地冲进了储藏室内。一进入里面，还来不及喘气儿，我便将那道金库门重重地合了起来，不过并没有锁上。这时候我已经累得快喘不过气儿来了。林千怡比我稍微好了点，不过她的脚脖子此刻已经肿得像个红扑扑的馒头，脸上不停地流下汗珠，也不知是累的还是被脚伤痛的。林千怡看了看四周，有些吃惊地说：你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你不是说过那佛像会瞬移吗？就算我们躲在这儿，他也会找到我们的呀。不，你听我说。接下来我将之前的猜测一股脑地说了出来。听完我的解释之后，林千怡陷入了良久的沉默，好半天后才问我：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能把佛像关在这里面，他就再也不能出去害人了？怎么可能呢？一个会瞬移的佛像为什么会不能从这里再瞬移出去呢？那你能解释刚才的情况吗？退一步说，就算我的猜测是错误的，那我们也没有别的路可逃了。你之前想要从电梯那儿离开这里，可你有没有想过，一旦那佛像也瞬移进了电梯，到时候我们就真的一点逃命的希望都没有了。好吧。林千怡一瘸一拐地走到了储藏室的大门前，确认了现在这扇大门只是虚掩着之后，便对我说：那一会儿还是和之前一样，佛像一出现，你先冲出去，我来拖住他。林千怡说得非常洒脱，就仿佛一会儿拖住佛像的事情对他来说只不过是吃一顿早饭一样轻松。我看着他的表情，实在是很难将此刻眼前这个坚强的女孩和刚才林千怡记忆中那个哭泣的少女联系在一起。想到那段记忆中的画面，我很想现在就问问林千怡，她的父亲到底是不是我记忆中的老爹。可就在我还没开口的时候，头上本来明亮的灯光却突然开始变暗，继而变得昏黄闪烁起来。我心中立刻意识到，是那尊佛像，它来了。果然，就在储藏室里的灯光熄灭又亮起的一瞬间，我便看见原本空无一物的墙角里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黑影。那尊佛像
就站在墙角边上，对着我们露出了狞笑。他那只先前明明已经被挤碎了的右手臂，竟然也已经完好无损。在灯光再次暗下来的下一秒，那尊佛像已经瞬间冲到了我的面前，伸出双臂，好似要给我一个拥抱。那佛像的速度快到不可思议，普通人根本就不可能看清楚他的动作。但幸好我身边的林千怡却并不是一个普通人，仿佛是历史重演，林千怡又一次替我挡下了这一次的死亡拥抱。看到他抓住了那尊佛像的同时，我几步就冲出了储藏室，拉住金属门，回头对林千怡大叫道：“李小姐，快逃出来！”我本以为林千怡会和上次一样轻松地将佛像踢开后便冲出来，可谁知道这一次林千怡却只是回头对我叫道：“李四九，我的脚已经不行了，你快把门锁上。”糟了，我怎么会没有想到，以林千怡现在的脚伤，他已经根本无力再重复一次刚才的动作了呢？原来他根本就是想要牺牲自己，让我将他和佛像一起锁在这储藏室里。越想我心里就越是充满了自责。看到了我的表情，林千怡一边安慰一边催促道：“李四九，你不用这么自责，这件事主要责任在我呀，是我没有提早发现这佛像的秘密，才让那么多人白白的丢了性命。你赶快将门锁上，天亮之后我的同伴就会来到这里，记得将你今天看到的全告诉他们。”说到这儿，林千怡已经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身子一歪便跪在了佛像面前，他的双手正被佛像逐渐向里推去，已经快要贴到了脖子上。啊！这个时候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只剩下了想要救下林千怡的念头。我冲到了佛像旁，对他拳打脚踢，可是这尊佛像就是纹丝儿不动，铜币如同铁钳一样不断向林千怡施加着惊人的力气。终于林千怡的脖子被那尊佛像抱住，整个人逐渐被抬到了半空。照这样下去，林千怡就算不会被佛像拔断脖子，也会被他绞杀在半空。四九，你要我白白死在这儿吗？林千怡一边忍着脖子上的剧痛，一边对我大喊道。他的面色苍白，嘴唇已经开始发青，双手被压得紧贴在脖子上，眼看已经支持不了多久了。怎么办？我究竟该怎么办？我急得满头是汗，却始终想不到救出林千怡的办法。到最后我实在是急得抓狂，一低头便钻到了佛像面前，伸出双手想要帮林千怡一起把那对铜币掰开。令我绝望的是，从铜币上我感觉到了庞大无比的力量，面前的佛像简直就是一台钢铁机器，它的力量根本就不是人力所能匹敌的。无力与绝望之间，我抬头看向那尊佛像，对他哀求道：“求求你放过他，要杀就杀了我吧。”我的哀求没有半点作用，佛像依旧不断地在增加着力量，我甚至能感觉到身后的林千怡气息在逐渐变弱，乃至消失。可是就算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林千怡腾在半空的双脚竟然还在踢着我的后背，仿佛是在叫我赶快离开一样。一直到最后，林千怡还在想着让我逃生。想到这儿，我原本被恐惧占据的内心突然变得很愤怒。我恨自己的软弱无能，恨自己的粗心大意，只是猜到了佛像的几个规律，便以为能制服他，结果却将林千怡都拖累在了这里。我真他妈是个窝囊废！借着这股愤怒，我抬起了拳头，双眼怒视着佛像，就要狠狠地砸向他的面孔。可就在这时候，我忽然发觉那尊佛像动作忽然停顿了一下，让已经快要窒息的林千怡忽然将佛像的双臂向外推远了一些。佛像一瞬间的停顿，就好像是幻觉。等我回过神时，那佛像又开始加大了力量。见状，我恍然意识到了什么。没错，在这之前
其实有好几次，那佛像都在我面前出现了停顿，一次、两次或许只是偶然，可是3次、4次呢？究竟是什么让这尊佛像会突然停下了一会儿？我仿佛抓到了什么，继续抓住佛像的双臂，同时目光紧盯向佛像的双眼。令他们欣喜的一幕突然出现了。就在这时候，我清楚地再次感觉到了佛像双臂上的力量在消失。原来只要我紧盯着佛像的双眼，它就会失去行动能力。我立刻手上使劲，将佛像的双臂缓缓朝外推开。但几秒之后，当我再次眨眼的时候，那佛像立刻又生出了力量，将林千怡的脖子死死掐住，而且因为突然增加的力量，反而让林千怡的脖梗受到了更大的压迫，彻底昏了过去。察觉到背后林千怡的头已经耷拉在我的背上，我顿时大急，连忙挪开了视线，生怕继续这样下去，林千怡可能就连半分钟都再也支撑不住。该死，这样子根本就救不了林千怡啊！原来只要一眨眼，那佛像就会继续开始动作。可是人怎么能不眨眼呢？等等，我忽然想到了，在林千怡给我看的那本知客僧的日记上，分明写着当初那佛像第一次杀人之后，那霞山寺的住持却平安无事地从佛像手里救下了其他僧人。那个住持一定是做了些什么，才让那尊佛像停止了杀戮，但肯定不会是不眨眼，因为一直注视着佛像，虽然能让佛像停止动作，却不可能坚持太久。那到底那位住持是做了什么呢，才救下了寺庙里的人呢？这个答案那本知客僧的日记上也没有写明，唯一知道真相的恐怕只有那已经死去的住持和这尊佛像自己了。既然如此，那就让我看看这佛像的真相吧。我记得当初老爹替我封印右眼的时候，曾经叮嘱过，叫我日后切记不可情绪过于激动，否则气血冲顶，可能会冲破封印。那时候老爹花了大力气才将我的眼睛封印好，但如今我却要自己亲手将封印撕开了。不过老爹，我这也是为了救你的女儿啊！我在心中向着不知道身在何方的老爹告了一个罪，便开始集中精神，屏住了呼吸，脑海里开始回想起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想到雷经理、王大全还有江开他们的惨状，我顿时感觉到自己的情绪开始不受控制的沸腾起来。渐渐的，从右眼那里熟悉的肿胀感觉果然又回来了。我知道这时候我的眼睛一定已经变成了血红色，这也意味着我的那个能力又再度变得可用起来了。于是我伸出右手，一把抓住了佛像。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眼前再次浮现出了一段画面，画面之中是一处寺庙的大殿，殿内阴森破败，看不到半尊佛像，也没有点起半点香火，有的只是一群衣着褴褛、面有菜色的和尚与百姓。大殿里的人一个个神色惊慌，挤在殿内角落里，齐刷刷地瞪着大殿正门。看到他们，我感到有些奇怪。我要看的不是那佛像的真相吗？可为什么那尊杀人佛像现在却根本就不在我看到的画面中？就在这时，大殿正门忽然被人推开了，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和尚走入了殿内。他蓦然走到了殿内的香案前，将一样东西放到了已经空无一物的佛坛上，随后跪坐在了蒲团上，轻声念叨着：“大佛开眼了。”听到大佛开眼这4个字，我心里忽然意识到，眼前的这个老和尚莫非就是制服了佛像的霞山寺住持？而我现在看到的这一幕，就是住持制服了佛像之后的情景吗？那他刚才放在佛坛上的东西，莫非是佛眼？原来那是佛眼！我瞬间想明白了一切。为什么那佛像在清朝皇帝、外国军官李老板手中辗转了那么久，却从来没有什么杀人事件发生？反而我们这次来香港之后，
佛像便立刻开始了一次次吐露。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对佛眼。我之前已经确认了，这尊佛像会因为被人注视他的眼睛而停止动作，这就意味着佛像的弱点便是他的眼睛。而更进一步说的话，那就是拿下佛眼之后，佛像便会彻底失去行动能力。在佛像第一次杀人的当晚，霞山寺的住持就发现了佛像的秘密，亲手将佛眼取下，化解了危机。而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又是因为林千仪重新安装上了佛眼，将那杀人的佛像从沉睡中再次唤醒。下一个瞬间，我的知觉已经回到了现实。想到方才看到的画面，我的双手立刻抓向了佛眼，就想要将它们从佛眼里抠出来。但这个时候，那尊佛像却忽然松了，抓住林千仪的手，转而便想抓向我的脖子。果然，那佛眼就是佛像的弱点，否则他怎么会放过了林千仪，转而对我动手呢？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但我还没有来得及高兴，下一刻便感到自己的脖子一阵冰凉，一股大力压迫在我的脖颈上，让我几近窒息。我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但就在我失去意识的最后关头，我感觉到自己的双手摸到了一堆圆圆的东西，用尽最后的力量，我将双手往后一拽，继而便昏了过去。半梦半醒之间，我好像又回到了自己当初和老爹一起生活的那间一居室。躺在床上，我迷迷糊糊地看到老爹正背对着我，坐在床边的一张小桌子前，眼泪汪汪地看着手上的一张小照片。爹，大半夜的你哭哭啼啼的干嘛呀？那么大个子了还哭鼻子，比我还没用呢。我从床上爬了起来，站到老爹边上，对他挖苦道：虽然老爹对我不错，又有领养我的恩情，但一直以来我们两人的相处就是这个样子，与其说父子，倒不如说是朋友。看到我起来了，老爹忙不迭地收起了那张照片，不过我却看得清楚，那照片上的似乎是一个小女孩。爹，那是谁呀？难道是你的老相好？去！老爹拍了我脑门一巴掌，没好气地说：人小鬼大，什么老相好啊，这是我的女儿。女儿？我愣了愣，那她是我妹妹喽？老爹呵呵一笑，傻孩子，她可比你大呢，要叫姐姐。姐姐？我皱起了眉头，突然心里冒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就好像是自己喜欢的东西要和人平分一样。我不禁说道：爹，你有了姐姐，是不是以后会不要我了，就好像以前那些叔叔阿姨一样啊？老爹摸了摸我的脑袋说：不会的，等我这里的事情忙完了，便会带你离开这里，到时候啊，让你和姐姐一起生活，怎么样啊？你姐姐可是个漂亮姑娘呢。那时候的我对男女之事完全没有概念，也不知道老爹所说的漂亮姑娘到底有什么意思，漂亮有什么用啊？好玩吗？虽然如此，但我嘴上还是说道：好，反正只要老爹不要离开我就行。谁料到老爹突然板起脸道：不行，四九啊，我一定要离开，你不能和我在一起。为什么呀？我心里说不出的恐慌，拼命伸手想要拉住老爹，就是不想要他离开我。可就在这时候，我醒了过来，发现原来刚才那些都是梦境，我已经给人送到了医院里面。醒来之后，我只觉得自己浑身无力，肌肉酸疼的厉害，脑袋更是好像落枕了一样，稍一转动便刺骨的疼。病房里静悄悄的，只有我一个人躺在这里，安静的都可以听到床边输液袋中液体滴滴落下的声响。眼珠子四处转动了一圈，看清了周围的情况，我终于张嘴试着喊了一声：有没有人呢？尽管我已经用尽了自己的力气，但因为嗓子沙哑的厉害，我的声音几乎小到微不可闻。但就在这时候，我看到病房门口的窗户上有人似乎是听到了我的声音，正往房间里面打量。我张开嘴，刚想继续喊一嗓子，那人影便飞快地从门前跑开了。没过多久，我便看到一名警察气势汹汹地进入了病房。那名警察进了病房后也不开口说话，只是上下打量着我，
那眼神就好像是在看犯人一样，让我感觉心里毛毛的。我勉强从床上坐了起来，硬着头皮先去问他我现在在什么地方。那警察见到我开口了，也打开了话匣子。他告诉我这里是香港的红十字会医院，3天前的早上他们接到了报警，说是在李老板的收藏馆发生了大火。结果赶到的消防队和警察没有在藏馆里发现明火，却见到了满地的尸体，而我则是那些尸体之中唯一发现的幸存者。等等，唯一的幸存者？我睁大着眼睛，心里不禁有些失落。如果我是唯一的幸存者，那林千怡难道已经在那时候死了？我脑中顿时一片混乱。那警察接下来的话是半句也没能听进去，只知道对方似乎是把我当成了那天晚上事件的重要嫌疑人，不断在追问我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在这时候，病房门突兀地被推开了，我看见一个同样穿着警察制服的中年男子，还有一个看不清模样，只知道是穿着病服的人影，把那个警察叫了出去。接着房门外便传来了一阵争执声。我当时脑子还没有从刚才听到的消息中缓过劲儿来，再加上外面那俩警察又在用粤语争执，因此他们争吵的内容我连半句都没有听懂。我只知道几分钟之后，刚才进来询问我的那名警察便走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有些熟悉的身影走进了病房。这个人影穿着病服，脑袋上被纱布缠绕得严严实实，只有一头长发从脑后纱布的缝隙中露了出来，若单看脑袋的话，活像是一只木乃伊。你醒了？这个人影方一开口，我便惊呆了。虽然从外表上看不出，但这个声音分明正是先前那警察让我误以为已经死了的林千怡。你没死啊？林千怡没好气的弹了我额头一下。你咒谁呢？看到我活着，难道你很难过吗？没有。我傻笑了一声，摸着脑袋不知该说什么。林千怡这时候走到了床边，也不问我介不介意，便一屁股坐到了上面，随后看着我的眼睛道：四九啊。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感到脸上有点发烫，身子不由得朝后挪了一下。这次多亏有你了。我的同伴们说，他们赶到的时候，整个收藏馆里只有我和你2个幸存者，而那个佛像已经停止了动作。他们以为是我制止了佛像，可我自己心里清楚，当时我明明已经被佛像抓住，根本不可能幸免，所以应该是你救了我，对吗？想到了那时惊险的一幕，我深吸了一口气，缓过神来，把那天他被抓住之后的事情告诉了他，比如那尊佛像被人注视双眼之后便会失去行动能力的弱点，以及佛像最后又是如何停止行动的原因。当然，关于我眼睛的事情我还是隐瞒了下去，只是推说自己是无意中拔出了佛眼，才让佛像停了下来。林千怡听得很仔细，手上还拿着本小本子，不时地记上几笔。我问他这是干嘛，他告诉我每一次事件发生之后，他都必须写上一份调查报告交回局里，报告越是详细，就越是能避免日后相似的事件发生。相似的事件，我听到他这么说，忽然想到了个问题，便问道：那尊佛像难道你们回收了？林千怡解释道，他们749局的工作除了调查那些神秘事件之外，最重要的一项便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把可能导致神秘事件的源头带回去安置保管起来。像那尊杀人佛像自然就在他们保管范围之列。你就放心吧，我醒来之后已经打听过了，那佛像被发现的时候，佛眼就掉在你身边。我们的人回收的时候，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已经将佛眼和佛像分开放置了，出不了意外。我点了点头，又问道：那佛像你们打算怎么处置啊？难道就这么藏起来？他到底为什么要杀人呢？林千怡面露难色道：四九，这之后的事情你还是不要打听的好啊，毕竟你不是我们749局的人，而且就算你知道了也没有用啊。我以为林千怡的意思是我知道了也不能说出去，便转移了话题，想要问下他的身世。因为刚才那个梦，我发现自己心里愈发迫切的想要知道
林千怡和我老爹的关系，她到底是不是在我梦中老爹提醒到的女儿呢？可令我意外的是，我还没开口，却见到林千怡忽然站了起来，取出了一罐喷雾剂。那喷雾剂的模样就和杀虫剂差不多，但在喷雾剂的表面却画着一幅杂草图。林千怡看了看喷雾剂，眼神有点不正常，像极了要做亏心事的模样。林小姐，你这是要干嘛呀？我这里有蚊子吗？四九，林千怡抿了抿嘴，随后告诉我，其实我这次来，除了和你确认佛像的真相之外，另一个目的便是要消除掉你的记忆。消除记忆？我有些傻眼，以为林千怡是在开玩笑，以为记忆怎么可能被消除呢？这又不是科幻小说，林千怡他们也不是什么黑衣人特工啊。谁料到林千怡却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们749局真的拥有消除记忆的办法。四九，不知你有没有听说过孟婆汤啊？传说人死之后会在奈何桥上喝一碗孟婆汤，从此忘记生前的一切事物，而制作孟婆汤的材料便是曾经存在于世间的一种神秘植物迷魂草。迷魂草原本生长在岭南地区，现已绝迹，却有一株被我们749局找到了。迷魂草？林千怡认真的语气让我心里隐隐感到有些不妙。林千怡点了点头，就和杀人佛像一样，迷魂草在发现之后同样也被我们749局收容了起来。749局在找到迷魂草之后，便以迷魂草为材料，成功研制出了一种记忆消除喷雾，可以让闻到的人失去过去3天内所发生的事情的一切记忆。现在我手里的这个喷雾剂，就是用迷魂草的枝叶制成的记忆消除喷雾。说着，林千怡已经打开了喷雾上的盖子，对准了我的脸。她的脸上露出了抱歉的表情。对不起，四九，虽然你救了我，可是我却必须要消除你的记忆。按照局里的规定，我们的秘密即使是我们的亲人也不能透露。你现在知道的已经太多了，为了你好，我必须也只能这么做了。我眼见着林千怡将喷雾对准了我，手指逐渐在按钮上施加起力量，脑海中忽然浮现出刚才的梦境。我顿时脱口而出，在你消除我记忆前，能不能让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啊？林千怡脸上的表情顿时古怪了起来，她苦笑道，对不起四九，我和你是2个世界的人，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红着脸拼命摇着头，没想到他竟然会误会了我的意思。林千怡也红了脸，知道自己产生了误会。那你是什么意思？我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一下子说不出口。没办法，我只能深吸了一口气，咬紧牙关，鼓起了自己全部的勇气，才将那个已经在我记忆中封尘已久的名字念了出来。林爱国，我想要知道你的父亲到底是不是林爱国。林爱国？没曾想，当林千怡听到我提起的这个名字时，身子明显颤抖了一下，脸色顿时大变，仿佛看陌生人一样看着我，还一个劲儿地问我怎么知道这个名字的。林千怡的脸色让我一时之间都有点拿不准，到底要不要将老爹的事情告诉他呢？见我一时不说话，林千怡的脸色愈来愈差。突然之间，林千怡便从床上站了起来，单手抓住了我的衣领，把我从病床上提了起来。他悠悠道，李四九，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我父亲叫林爱国的？你到底是谁？我当时心里是又惊又喜，喜的是看林千怡的反应，他明显是真的与林爱国有什么关系，而且有很大可能就是我那老爹的女儿。惊的是林千怡此刻脸上的表情，哪怕是当时我们面对杀人佛像的威胁时，他的脸上也未曾像此刻那么狰狞可怖。想到这儿，我没有再犹豫，将林爱国，也就是我那便宜老爹和我的关系，向林千怡一一道来。当听到我对老爹外貌的描述后，我能感到林千怡身子开始微微的颤抖起来。而当我说到自己11岁那年，老爹说要回京城办一件事，却就此下落不明，再也没有见过之后，林千怡终于松开了手，仿佛泄了气似的，一屁股坐在了我面前。李小姐，我刚开口，
想要和林千怡确认下我与老爹的关系，便见林千怡忽然捂住了脸，开始大哭起来。爸爸！得，我闭上了嘴，知道自己不用问了。眼前的一幕已经告诉了我，林千怡果真就是我那便宜老爹的女儿，或者说就是老爹曾经对我提起过的便宜姐姐。想到我一下子多了林千怡这样一个漂亮的姐姐，我心里顿时五味俱杂，也不知是应该开心还是丧气。就在这时候，哭了一阵的林千怡终于止住了哭声，她凑到我眼前，拿着我的病符擦了擦眼睛，便红着眼还有些哽咽地问我道：四九，你告诉我，你后来真的没有再见到我爸吗？我眨了眨眼睛，感觉有些不对劲儿。怎么，老爹离开我之后没有去找你？林千怡眼眶里含着泪对我说：没有，10年前他离开749局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了。从林千怡的口中，我多年以来关于老爹的一些困惑终于得到了解答。为什么带着京城口音的老爹会来到我流浪的那个小城镇呢？为什么像老爹那样有学识的人会甘心在一个县城都算不上的破地方做起小本买卖？还有，为什么老爹会给我起49这个名字？原来这一切的答案都源于老爹的真正身份。没错，和林千怡一样，老爹林爱国同样也是一名749局调查组的调查员。11年前，老爹会从京城千里迢迢来到那个小城镇，其目的就是为了调查一起神秘事件，就如同林千怡几天前一样。老爹隐藏了身份，在那个小城镇做起了小买卖，为的就是调查那附近发生的某个神秘事件。至于老爹给我取名林49的原因，我也想明白了。我名字里的49并不是因为老爹想念他的故乡49京城，而是因为老爹是749局的调查员。只是让我奇怪的是，老爹在离开我之后到底去了哪里呢？为什么会连他自己的亲生女儿都再也没有见过他？难道是老爹出了什么意外吗？想到这儿，我对林千怡说：对了，老爹离开的时候曾经给过我一个京城的地址，他告诉我，万一他有什么事情没有办法回来，就让我自己去京城那个地址找他。你看看这个地址，你有没有印象啊？我所说的这个地址，实际上3年之前自己就曾经去过。当时我刚高中毕业，因为老爹留下的财产已经用得差不多了，便没有打算继续念大学，而是早早外出打工。离开故乡之前，我曾经先去了一次京城，想要寻找老爹的下落。然而那个地址，当我寻过去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园。我还记得自己当时曾经找了几个看门的老大爷问问公园之前的情况，对方却都用看特务的那种眼神盯着我。更夸张的是，这些大爷们竟然还叫来了警察，吓得我是落荒而逃。自此以后，才彻底绝了寻找老爹的念头。想到这儿，我便将老爹留下的那个地址报给了林千怡，希望能从他那里找到什么线索。毕竟这是老爹在离开我之前留下的唯一线索了。林千怡既然是749局的人，自然消息来源比我多得多，或许能搞清楚老爹留下的这个地址到底是什么意思。让我意外的是，林千怡看到这个地址后，却一下子愣住了，脸上带着非常意外和迷惑的表情。我不禁好奇道：林小姐，怎么了？这地址有问题吗？林千怡抬头看了我一眼说：这地址是以前749局的原址啊，我爸怎么会把这个地址交给你的？749局的原址？我奇道，连忙追问林千怡是怎么回事。他就给我简单说了一下。正如我现在所知的，749局是一个独立于政府机构的特殊部门，专门负责处理发生在国内的各项神秘事件，并对部分收集到的收容物进行再利用研究。因为工作的保密性，749局曾经扯过一段时间工科委的大皮，打着研究人体科学在国防科技上的运用的大旗做掩护。可是在那段时期，
因为社会上不断发生各种以超能力研究为名行诈骗之实的犯罪事件发生，导致关于人体科学的研究一时间变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当时一些由国家出资进行研究的人体科学项目也为这段舆论风潮而一个个关停，其中自然也包括被意外卷入的749局。为了避免真相被曝光，749局的高层便决定关闭京城的总部，在表面上解散了749局，而在暗地里则将办公地址从京城迁到了东海，另起炉灶。而那个被关闭的总部地址自然就是老爹给我的那个地址。林千怡奇怪道：按理说我爸不应该把总部的地址告诉你啊，就算你是他收养的，可是局里有规定，除非亲属是内部人员，否则就算是对自己的家人也不能透露关于749局的半点消息。我爸是老调查员了，不可能会发生这种错误，除非什么？除非我爸想让你加入749局。虽然这只是林千怡自己的猜测，但是单凭老爹给我取的名字，还有他留下的那个749局的地址，都很容易让人怀疑，其实老爹早就有了让我加入749局的意思。只不过有一点让林千怡想不明白的是，749局对于局里面的工作人员要求都非常严格，没有经过严格的政审或是拥有一技之长的人，是万万不可能加入到局里的。老爹只不过是和我生活了1年，却为什么就能兴起让我加入749局的念头呢？说到这里，他忽然抬起头，想到了什么似的问我：四舅，有件事情我忘了问你，你的眼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要和我说那是眼睛充血，你当时的情况肯定不是那种原因。还有那尊佛像，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些奇怪啊，你是怎么想到佛眼就是那佛像的弱点的？那佛眼是我亲手装上去的，我自己清楚，不用大力气，你不可能在无意中碰巧将佛眼弄出来，你一定是已经知道了佛像的弱点，对不对呀？一边说着，他还一边抓住了我的手，凝视着我的双眼道：我父亲不会无缘无故想让你加入749局的，一定是你身上有什么让他觉得你适合我们局里的工作，这个理由难道就是你的眼睛吗？我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心道林千怡的眼光真是太毒辣了，看来关于我眼睛的秘密今天是怎么也没有办法瞒下去了。于是我只能将关于自己眼睛的秘密从头到尾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林千怡。让我吃惊的是，林千怡在听了之后立刻便做出了一个决定。我当时不知道的是，他的这个决定就和他的父亲林爱国当年一样，将再一次彻底改变我的人生轨迹。3天之后，飞机掠过珠江三角洲，朝着东海市缓缓而去。机舱里一片寂静，我靠在窗边，望着脚下逐渐远去的灯火，心潮起伏。算上雷经理一行9人的队伍，如今只有我一个人踏上了返回东海的归途。而在那片土地上，王大全、江开、雷经理，还有一个个与我相伴了3年的名字，则永远地留在了那里。那天的事件最终在749局的情报操纵下被定义为一起意外。警方对外发表的调查结果是因为大楼供电系统发生故障，导致李老板收藏馆里的空调与换气系统还有电梯系统全部停止了运转，加上李老板在改建收藏馆时封住了紧急通道，导致所有人因为无法及时逃离，全部窒息而死。只有我一人因为抢救及时而得以幸免，这就是最后的结果。一切的起因都归于一起电力故障。事情看似结束了，我却知道，对于我来说，这起事件的影响才刚刚开始。在那天谈话过后，林千怡做了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决定，那就是让我加入749局，成为749局调查处的一员。一来只有这样才能保住我关于那天整个事件的记忆，二来则是因为林爱国，也就是他的父亲，我的养父的缘故。林千怡知道了我的能力之后，希望我能帮他一起找到林爱国的下落。虽然林爱国已经失踪了10年，可即使是以749局的情报能力，
也无法确认他已经死了。林千怡觉得，如果能有我那后来被他戏称为真实之眼的能力帮助，我们未尝不可能找到老爹的下落。抱着能够寻找到老爹的希望，我自然一口答应了林千怡的请求。只不过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一个问题，林千怡目前还只是749局调查处的一名普通调查员，并没有人事决定权，能否加入749局还必须得到局里的高层领导的许可。于是在与高层电话沟通过后，林千怡便带着我匆匆离开了香港，准备回到749局的总部，也就是东海市，去进行一次特殊的面试。在病床上躺了好几天，我依旧非常疲惫，可是在飞机上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事实上，自从那次事件之后，我除了当时被佛像攻击昏过去了的那段时间里，已经失眠了很久。因为只要我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曾经和江开他们在保安队里的快乐日子。飞机还有1个小时才着陆，我看着窗外出神，已经小睡了一会儿的林千怡醒来之后，见我好像根本没有睡过的样子，便说道：“你是不是已经好久没有睡了？看你的眼睛都要变成兔子眼了，这个样子到了东海之后怎么和我领导面试啊？”我回过神来，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不要紧，面试之前喝一杯咖啡就行了。林千怡却苦笑了一下，提醒我不要把面试看得太简单了。我奇怪地问：“怎么了？不就是面试吗？之前听你说749局调查处招收新的调查员，一般都是通过内部推荐的途径。我和老爹的关系你都已经告诉你领导了，我又有你做推荐人，不是应该已经没什么问题了吗？难道还有什么别的要准备的？”林千怡便道：“是有件事我之前忘了和你说了，你可得记得，在我领导面前千万不能提起任何关于你眼睛的事情。”“为什么呀？”“是我不好，忘了和你说，其实像你这种拥有特殊能力的人士，在我们局里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叫做能力者。在我们看来，能力者其实是和那尊杀人佛像一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危险人物。因此按照常理呢，749局一旦发现有能力者存在，那局里的对策有很大可能会是将能力者囚禁或者杀死。”我一听愣住了，隔了好久才反应过来。“杀死？你的意思是，如果他们知道了我的能力，可能就会杀死我吗？”我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怀疑地看了他一眼。“不对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恐怕你也是能力者吧？”之前我没有细想，可现在提到了，却让我一下子想起了那天林千怡在我面前的表现，能够一脚将重达几百斤的佛像踢飞，又能在那尊力大无比的佛像手中勉强支撑上数十秒钟时间的林千怡，难道不也是能力者吗？既然林千怡能进入749局，那为什么他又会说749局可能会将能力者杀死？这岂不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吗？听到我的疑问，林千怡忙解释道：“我之前所说的也只是一种可能性，实际上囚禁或者杀死能力者只是749局对能力者的对策之一，具体情况呢，还要看能力者的能力对社会的危害性。比如说我的能力其实只是力气比一般人大一些罢了。”他继续说：“像我这种不是很显眼的能力，局里面的确不会采取激烈的措施，反倒是可能会将这些能力者收入749局，作为编制内人员。一方面是利用我们的能力进行事件的调查与回收等工作，另一方面也是便于对我们进行监视与保护。”我问道：“那不是更好啊？如果你们领导知道我也有能力，那我也加入749局的事情不就是板上钉钉了？”林千怡摇头道：“话不能这么说呀，你说的只能是最好的情况，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评价一个能力者的能力对社会是否具有危害性，这里面评判的标准就算是我也说不清楚啊。万一我们的人认为你的能力可能对社会有威胁，你的下场可能就会和我……”林千怡话说了一半，觉得失口，马上闭上了嘴，把后面的话咽回到了肚子里。我追问道：“我的下场会怎么样啊？”林千怡摇了摇头，脸上少见的露出了不耐烦的神色：“不怎么样，林四九，
你既然是我爸爸的养子，我就算是你的姐姐，当弟弟的就必须听姐姐的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绝不能把你的秘密透露给除了我以外的第三个人知道。我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姐姐怀疑的看了一眼，摆了摆手说：“好吧，都听姐姐的。”见到我同意了，林千怡已经有些转冷的脸色才稍许好转了一些。不过因为这个话题，让我们之间的气氛有些尴尬。林千怡接下来也不再和我闲聊了，闭上眼睛往那一躺，又开始休息起来。我看了他一眼，回想起当初老爹在知道我的能力之后的态度，实在有太多的奇怪之处。既然749局也将能力者归类为需要监视控制的神秘现象，那为什么老爹当初会没有将我的事情上报给749局呢？反而还不遗余力地将我的能力暂时封印了起来呢？我怀疑在关于能力者的事情背后，恐怕还有着我无法想象的内幕。但是这些秘密却恐怕只能等到我真正成为749局的一员之后才能解开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更新。明天我们不见不散。